今天的视频绝对颠覆你的三观，真实的道家文化早在历史上被篡改。直到近代的1971年，一座古墓被挖开，里面的稀世珍宝一经出世，就震惊了全世界，尤其是那已经失传很久的道家思想和玄学秘术，更是直接颠覆了后人的想象，也足以证明我们的历史确实存在着退步。首先就是这具女尸，历经了2000多年都没有腐烂，刚发现时依然栩栩如生，就像刚睡着了一样，甚至皮肤还有弹性，骨骼也能自由地弯曲。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氧化后的结果，如果让现在的科技来做成这件事，一定采用的是冷冻技术，但是这座汉墓出土的女尸竟然没有用到冷冻就做到了。不仅人体可以保存数千年，还有出土的藕汤，刚发现时藕片还在藕汤中晃动，紧接着接触到空气的一瞬间，这藕片就化成了泥水，连墓室里的竹席刚出土时也是崭新的嫩红色，这上面用浓墨写的家字看起来就像没有干透一样。经过专家的考证之后，这座马王堆的汉墓是老子的后人道家宗师利苍的家族墓，一共有3个墓穴，利苍是最小的那个，而规格稍微大一点的是他儿子的墓，其中最大最奢华的是利苍的妻子辛追夫人的墓，而辛追夫人正是那具千年不腐的女尸，所以我们几乎可以从她的墓穴里窥探到2000多年前道家对于羽化升天的追求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境界。后来考古专家还在辛追夫人的棺木上发现了一个梯形的帛画，上面颜色鲜亮无比，里面的内容华丽，但又处处透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它营造出了天上、人间、冥界这3个部分，而墓主人的形象赫然在画的中间，周围是他日常的生活景象，在他的脚下便是幽灵地狱，而头顶画着金乌和烛龙，呈现出一派祥和的天国景象。除了这些至今无法解释的防腐技术之外墓中还有一个失传的仿制技术。在辛追夫人的随葬衣物里面有2件肃杀单衣的重量非常的轻，只有49克，可以被完全塞进一个火柴盒里，就连现在国内最顶尖的纺织研究所也曾经复制它，但最后做出来的甚至比肃杀单衣重了5倍还要多，根本无法仿制。后来在利苍儿子的墓中挖出了很多绝版武器，其中记载了房中术，就解决了专家的困惑。原来这几件单衣很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生前所用的情趣内衣。而除了这些失传技术之外还出土了帛书12万字、42本古籍。后来经过翻译之后被编纂成了7大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做《黄帝四经》，就是记载了皇帝战胜蚩尤之后是怎么降服3秒9厘的，是怎么治理天下的。几千年来普遍流传的版本说是皇帝垂贡而治。那什么叫做垂贡而治呢？指的是毫不费力气，使得国家得到管理，安享太平。但是在黄帝4经出土之后大家都傻眼了。书中说黄帝有一个臣子叫厉黑，还有一个师傅叫泰山知己。这个泰山知己就和厉黑说，那个时候皇帝在战场上遇到了蚩尤，便活捉了蚩尤，然后皇帝把蚩尤的皮剥了下来，做成了靶子，让大家来射，射得多的人还有奖励，再把蚩尤的头和发髻做成一面旗帜，高高的举起来，让每个人都看到，再把蚩尤的胃填满了稻草，让大家蹴鞠举行球赛，还把蚩尤的骨肉剁成了泥，拌在韭菜里分给蚩尤的部众吃。皇帝还下令，今后禁止触犯我的法令，禁止不吃我分给你们的韭菜，禁止扰乱我的民心，禁止违背我的思想。如果你们谁要敢偷偷倒掉我的韭菜，私自立法，扰乱了民心，违背了思想，调动了军队，那你们就可以看看蚩尤的下场。泰山知己接着说，这就叫做正端。蚩尤得到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他之前太过于残暴，就像月亮满了要缺一块一样。皇帝之所以这样做，是遵从了道，让蚩尤怎么满怎么缺回去，只有这样才能降服蚩尤的部众和那个时代的野蛮人。后来厉黑又把这个思想传递给了皇帝的孙子，也就是我们口中说的颛顼帝。据说黄帝4经就是皇帝当时亲手编撰的，敢做敢当，一点也不掖着藏着。后来的历史皇帝被我们尊称为华夏的始祖，我们又被称之为炎黄子孙，所以之前的版本是有意美化了皇帝，那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历史。然后我们再往下看道家失传的第2个思想道德经。道德经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源，几乎影响着近2000多年来每个人的三观和思考方式。但是真相是呢，我们所学的道德经居然是假的，是从汉朝独尊儒术就开始被帝王篡改的版本。而马王堆出土的是德在前道在后，德是人的修为，道是自然的规律，虽然仅仅是顺序区别，但是意思却千差万别。比如说我们的书上写着大器晚成，而马王堆的帛书上写着大器免成。原来老子的意愿坚持福报大器晚成这种心灵鸡汤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顺其自然嘛。如果你真的是大器，不用刻意的照做，也不用别人来造就你。比如我们的书中还写着曲则全，枉则直，而帛书上写着曲则进，枉则定。原来老子的意思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而是想让我们勇敢的面对。我们的书中还写着语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语善信。读到这里我们惊人的发现，这道德经怎么有一种儒家的风味，开始教导人仁义礼智信了。
这几乎都是颠覆了老子的本意。而真正的帛书版《道德经》根本就没有与善人言善信，所以帛书版《道德经》每个人都要收藏一本，千万不要再学习之前我们看到的版本，这是君王为了固化底层民众的思想，实现愚民育民所更改的。所以出土的帛书版《道德经》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它不仅内容很全，质量也很好，每一页的印刷都和之前有个明确的对比，还有翻译。